养小孩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把一个孩子养大到18岁成年时，实际需要的硬性花费有几千到上万都有。在孩子上小学之前，这大概就会是育儿最大的开销，还有许多一开始想象不到的花费。生了孩子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富豪一样，就是潇洒的撒钱啊。这边看牙医没有保险是很恐怖的。另外还有很容易被忽略的隐形开销。天哪，养小孩好贵，负担不起怎么办？老实说，我在生孩子之前，并没有好好的去研究从怀孕那刻起到孩子出生长大需要付出多少的花费，而这也应该也是很多父母的共同的感想。那现在我的孩子一个8岁，一个快6岁，这期间孩子成长的各种消费，并没有出现在我当初的预料之中，常常来的措手不及，让荷包瞬间失血。尤其这几年物价上涨到实在是让人觉得很靠这个。让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家庭生活过得步步为营，实在是不容易啊！如果当初有人能够完整提供养儿育女所需要的整体开销跟项目，让我能够及早的准备的话，我就不会容易被突如其来的开销给吓到吃手手了。那为了不让大家也被吓到吃手手，今天飞妈我就要来当个不专业分析师。好好给大家 break down 所有育儿的开销跟花费，让计划在加拿大生孩子的你们可以有些心理准备，或者如果你已经正在养儿育女了，那看完这集之后呢，就能够帮助你们预期未来可能会有的开销。所以我们现在开始。OK， 首先根据加拿大政府的统计，平均2个大人2个孩子的家庭呢，从孩子出生到满18岁之前，需要花费将近30万加币在一个孩子身上，等于1年17000，或者1个月将近1500。育儿花费的多少要看家庭成员的数量，还有家庭收入而有所不同。如果是只有1宝的双栖家庭，在育儿的花费会高出20到38%。那如果是3宝的家庭，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花费则会少大约8到15%。这听起来还蛮合理的，因为弟妹通常是会继承哥哥姐姐使用过的物品，像是衣服或者是汽车座椅等等，就不需要再去额外的购买。那除了家庭数量和收入，也要看家庭生活的方式，还有居住的城市。这些数字指标是全加拿大的统计。那我相信在生活物价高的主要城市，如温哥华或多伦多，这些数字应该都会要再提高一点。好，再看统计，如果双薪家庭收入有超过13万的话，那18年的这期间，在一个孩子身上平均花费40万，就是等于1年23000，或者是1个月接近2000，比全国平均的30万数字还要多出10万。我想也是因为比较富裕的家庭能够给孩子的资源也就越多，所以花费自然也就更多了。那如果家庭年收入低于8万，则平均就花费238000，一年14000，一个月就1100左右。但是在现今社会房价有点负担不起的情况下，18岁后孩子搬出去住的可能性呢，比以前的几率小了很多。因此计算18到22岁的孩子如果还住在家，开销就会增长3成。但政府给的这些统计呢，都是很笼统的数字，并没有具体的说出实际的开销项目到底是什么。因此我想找出把一个孩子养大到18岁成年时，实际需要的硬性花费究竟有哪些。但是在举出孩子出生后的硬性花费之前，我想先简单的讲讲，从怀孕的那刻起就会需要考虑到的开销，像是在医院生产的费用、医院住房费用、产检以及生孩子之后的坐月子。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公民，或者是有永久居民的身份，生产跟产检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但如果你不是公民或是永久居民，又没有买保险的话，根据线上金融公司 WISE 整理出的报告显示，每一次的产检约要花100到150块，照超音波一次要300到500，医院生产5000到8000。如果剖腹产则要加1万到12000左右。那请产婆来家里助生的话，要2500块。那我有公民的身份，所以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但是我其实也有一个额外的开销，就是当初帮我产检的护士，她不愿意告诉我 baby 的性别。所以我另外找了一间私人的机构做视力的超音波，实际的花费我已经忘记多少了，我觉得应该有100到200左右吧。那把孩子生出来之后，爱坐月子的华人自然就会考虑要请月嫂或者是订月子餐。那在温哥华这边请月嫂有分24小时住你家的，也有就是只来煮3餐的，那也是有月子中心，价格跟服务自然就是千百种。
有几千到上万都有，所以这方面呢，大家就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月子餐的话也是有分你自己去取，或者是送货到府。那我当时生妹妹的时候，我是订30天的月子餐，直接送到家，价格大概是3000多块，可是那个是6年前。那这些就是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就可能会有的一些开销，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必须的，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分析孩子出生后到5岁前，就是学龄前会需要有什么样的开销。BC 省的 Coast Capital 信用合作社指出，孩子出生后呢，这个婴儿阶段所需要准备的开销里，一次性的开销就有包含放在家的婴儿床、婴儿床垫、换尿布桌、尿布垫、婴儿摇椅，还有婴儿监视器，大约1000块左右这种一次性的开销。那外出所需要的，就像是汽车座椅、婴儿推车、座椅上的玩具，还有推车上的风扇。他们竟然把玩具跟风扇也列举出来。还有饮食使用的一次性开销，如奶瓶、婴儿餐椅、挤奶器、哺乳枕头、哺乳遮布。既然有哺乳遮布，那妈妈们的哺乳内衣其实也都是可以算在内，那这又都是一笔额外的开销。然后 Coast Capital 又提到可以预留600块，用来安装家里的安全系统和配置，像是护栏、加湿器，有些湿疹的小孩可能就会需要用到，又或者游戏垫，还有许多一开始想象不到的花费。像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发言，我觉得还蛮贴切的。他说，第1年的时候，妈妈们都会喜欢逛婴儿用品店，里面提供的东西品质都很好，会让你觉得不买的话对不起自己孩子，所以逛之前请三思。第1胎嘛，都要给孩子最好的。第2年你会开始变得麻木，然后宝宝开始会撕烂棉巾。撕烂棉巾我家是没有发生，但是撕烂书本是日常。第3年，宝宝进化成半兽人，开始拥有参加的能力。我家的木头纱门就被破坏过。然后我也用我记忆有限的妈妈脑来补上一些可能还会有的开销，像是婴儿澡盆、小马桶、口水巾、婴儿睡袋、把婴儿背在身上的背带、玩具、绘本等等，真要细算是数不清的。接着是浮动性的开销。加拿大的国民银行指出，在婴儿出生的头1年就会占据20% 的家庭预算，像是尿布1个月大概40到80左右，婴儿湿巾要30块左右，屁屁膏15块，洗澡用品如肥皂，还有加上一些保健用品和乳液。每个婴儿状况都会不同，像是用尿布的数量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建议呢每个月可以预留个360块左右。在婴儿护理这方面，浮动性的开销还有服饰类，包括上衣、裤子、袜子、包皮衣、帽子、外套等等，每个月可以预留个100有点保守。其实，如果你是很爱打扮婴儿的话，那这个自装可以就。但是婴儿其实长得真的很快，你每1-2个月就要换一次 size， 所以能的话呢，其实前面几年你可以就是要伸手牌或者是买2手，就可以省下不少钱。不过呢，随着孩子长大，换衣服的频率也会缓，但是买衣服的价格就会开始上升，尤其当他们成长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的身材也会开始变得跟大人一样啊，而且也会开始有自己的品味跟风格，还不一定会接受你买的嘞。所以买衣服的开销也就会跟着增加了。那我们家现在的状况是要大的传衣服给小的很难，因为就算衣服已经小到肚子露出来了，大的都还不愿意割舍。OK， 接着是饮食方面。根据统计数据网站 Statista 所做的报告指出，1岁前的花费大约每个月250，包含婴儿食品、零食跟奶粉。1到4岁就大约是190块1个月。婴儿时期，尤其是你大多数是亲喂的话，食物这方面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当开始吃固体的食物，就要开始考虑是要买现成的，还是买食材自己亲手做。最后是托婴的费用，如果没有办法让别人带或是自己带的话，在孩子上小学之前，这大概就会是育儿最大的开销。0到2岁会需要1000块以上1个月，2到3岁850块，3到5岁7801个月，这个是全加拿大的平均。但是在温哥华这边是没有公立的全天托儿所，都是私人的。那1个月的话，最贵也要到3000多块。如果请到府保姆，就可能不只是这个价钱了。好，以上就是学龄前可能会有的所有需要的开销。我相信应该还会有漏掉什么，而且这份研究其实也没有把特殊孩子可能会需要的费用给纳入进去，所以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开销。那如果大家知道这方面的费用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再来就进入到学龄后的开销了。饮食方面，4到8岁是240块1个月，为什么不是5到8岁啊？
9到13岁要306块一个月，14到18岁340块，果然是越大吃越多啊！上学后，虽然加拿大公立学校没有学费，但也还是会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像是材料费、校外教学，还有学校募捐的活动。所以小学的时期可以预留个115到175块一年，中学以后预期花费会到925到2300块一年。但我认为这是很保守的预算。因为以我自己的自身经验来说，还有同学之间的生日趴、礼物，每个特殊假日要送全班同学礼物袋，有情人节、万圣节、圣诞节，都是非常神来一笔的开销呢。然后有些家庭会给零用钱，生了孩子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富豪一样，就是潇洒的撒钱啊。还有，貌似永远上不完的才艺课，才艺课的选择跟价格五花八门，还有进阶的训练费用，再加上营队选择如春令营、夏令营，还有冬令营这种季节性的花费。那如果对这种才艺课相关方面的费用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我另一支影片。另外还有很容易被忽略的隐形开销，像是孩子长大后可能需要搬到更大一点的住处，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地税以及房屋保险，也很有可能需要添增适合的家具，对吧？或者也需要换更大一点的车，或者是买第2辆车，用来搭载才艺课可能会需要的装备，或者是与另一半分别接送小孩子上下课，那就也会需要增加车子的保险啊、油费啊，还有相关维修费用等等。然后如果没有工作提供的相关保险，这边看牙、看眼科还有买药都会是一笔开销。这边看牙医没有保险是很恐怖的，随便洗个牙就大概要上百块以上。OK， 这里总结一下学龄孩子在成年之前的年度开销。根据加拿大国家银行总结出来的报告，育儿与教育方面为2300，饮食2200，交通1750，住房1300，服饰700，医疗保健600，其他950，总共将近1万元一年。这样子5到17岁这之间要花费将近12万左右。然后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孩子成年后可能会上高等教育，对吧？那这里加拿大本地的学生如果念大学，平均就大概要6000到1万块左右一年。如果是留学生，那这可能就是2、3倍起跳，然后还包含学杂费跟住宿费，除非小孩子有申请到奖学金或者是申请学贷，不然父母其实都还是需要帮忙出学费。好，看到这里，大家是否跟我一样脑子放空，或者对一堆数字开始麻痹了呢？天哪，养小孩好贵，负担不起怎么办？因此这段我就要来特别介绍加拿大有哪一些的育儿福利和津贴，能够来帮助父母们度过这一段时间的经济难关。首先有 Canada Child Benefit， 就是大家说的牛奶金，只要你有好好的报税，政府每个月都会撒钱到你的口袋。看家庭收入，一个6岁以下的小孩最高能收到619，6到17岁的小孩最高则是523。如果小孩是达到身障的标准，那每个月最高可以再拿到264。还有托儿补助金 Child Care Subsidy， 如果低收入又需要把孩子送去托儿所的话，那政府就可以帮忙负担托儿的50% 到100%。然后有怀孕津贴 Maternity Benefits 跟育儿津贴 Parental Benefits， 是加拿大失业保险 Employment Insurance 保障的其中2个福利。有受雇工作的人呢都会缴，因为怀孕和生孩子之后不能工作就可以申请。怀孕津贴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可以申请，每周最多可领668，最多领15周。育儿津贴可以选择拿35周，每周最多可以拿668，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拿61周的。61周的话，你每周最多就是拿401块，这些都是白花花的银子，直接丢到你身上。那如果是考虑到孩子之后可能会上大学或者是专校，那政府就会鼓励大家开一个投资账户，叫做 RESP， 里面的钱就是用作孩子未来上高等教育的资金，基本上里面所得的收益是不会被扣税的。然后开了 RESP 就可以申请 Canada Education Saving Grant， 政府每年就会额外送你最多是你投资上限的20%，每年最多就是500块。500听起来好像很少，那其实这就是跟投资股票的利息一样，利滚利，18年后也是可以很可观的。然后开 RESP 还有另外一个政府补助叫 Canada Learning Bond， 专门给低收入的家庭，第1年500，之后符合资格，那每一年又可以再续领100，最多终身就是2000块。我不是相关专家，所以以上提到的政府福利仅供参考，详细的资讯还是要找专家哦。OK， 数据报告完毕。
在看了生孩子所有的开销之后，你应该心里也已经有个谱了。也许可以与另一半好好的讨论未来可能会需要安排的一些预算。我相信影片前面讲的项目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情况，像是带孩子出去旅游这方面相关的费用就没有讲到，但至少生活相关的基本的方面都应该有涵盖到啦。那如果你们想知道带孩子旅行相关的费用呢，我是也可以再拍一集再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那最后呢，我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和一个现在式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的感想。是父母呢都会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那又因为手上的资源又有限，那如果看到别人有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自己没有给孩子这么做的话，就会感到有一些焦虑。像是如果看到社群媒体滑到，谁谁谁给孩子了这个东西，谁谁谁给孩子参加了这个活动，好棒棒，那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要让孩子这么做，才不会让孩子失去这个机会？我就曾经有这样的焦虑过，但是后来发现许多东西买了根本就是多余的，像是花钱买市面上标榜那些对孩子有多好的玩具，结果孩子玩一玩之后就再也没感兴趣了。又或者是清洁用品，说宝宝用了这个之后会有多好，结果买了一套之后就发现其实你真的用不到几个。又或者是给小朋友买好多好看的帽子、衣服、鞋子，结果小朋友爱穿或者是耐穿的也就那几件。我想说的是，不用因为网上或者是别人有的东西，我们就觉得也应该要有，因为每个人的家庭状况都不一样，别人有的也不一定适合自己的家庭啊。像是婴儿摇椅或者是换尿布桌，我们就没有买，因为换尿布放个垫子在床上换就好了，没有必要再买一个桌子放在家里占空间啊。又或者是哺乳枕，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啊，因为随便拿1-2个枕头垫着也可以用得很好。我明白孩子出生之后，我们会对整个家有非常多的期待，会想要给孩子添购很多的东西。那如果你有闲钱，那很好。可是如果你是中等收入或者是低收入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好好的精打细算，买一个东西之前想一想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如果没有必要，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或者是东西能够替代？ OK， 这集生育孩子的花费报告呢，就仅供参考。那大家还是要依照自己的收入情况来决定适合自己家庭的消费模式，就能够顺顺利利的把孩子抚养长大，而不会被吓到吃手手了。然后想要看更多加拿大相关的生活影片呢，可以看这一集。我们下期见，拜拜。